我发现现在女生找对象好像不太看重人品了，是吗？他们嘴里要找的都是有能力啊，长相好，学历高，情商高，对他好，会给他花钱，给他浪漫等等啊，这些要求好像跟人品都沾不上边了啊。要不然为什么那些脾气也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每天准时回家努力工作踏实肯干的男孩一般都是单身呢？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这些男生思想还特别的简单啊，不太会跟女孩去交流，也不太懂得任何的套路，大多数都是大直男，不会讨女孩的欢心，也不太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女生的心思。而且呢，他们往往还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啊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所以导致他们的圈子非常小，接触不到什么女生。最重要的是，这些男生啊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就开始谈一段恋爱，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开始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很认真对待的，一定是要奔着结婚去的。他们从来不会玩弄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对待感情就会非常谨慎，考虑的呢也会比较多，性情是比较稳定的啊，情感也很专一。往往他们也是很重视家人的人，对待父母和亲人从不吝啬自己的付出，对朋友同事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载体，能给别人带来善意的帮助啊，就能开心半天了。这种男孩可能他对金钱的欲望呢不会太强，他们觉得自己认真对待生活，努力工作就行了啊，不一定非得事业有成黄金万两。在做人做事的道德方面呢，他们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渣男这个词儿啊，跟他们完全搭不上边儿。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以他们的认知和修养，也是不允许自己啊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就是偏偏有很多这样的男孩，他们反而啊很多都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女生看上他们。大家来说说，你是这样的男生吗？你现在还是不是单身？来到我的评论区去蹲一蹲啊，看看有没有缘分来找你，好吧？最近有位粉丝问我啊，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啊。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啊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啊，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啊。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啊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啊，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哈，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啊，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呀，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啊，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啊，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啊，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啊，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啊，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啊。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都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啊，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
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啊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啊；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三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啊。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啊，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啊，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谈恋爱是非得要个仪式感吗？最近有个91年的男生哈，着急忙慌的来问我，为啥谈得好好的恋爱说谈就不谈了呢？我问他到底咋回事嘛？结果啊，是因为他问女孩了一句话，咱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结果女生说，你觉得是啥关系就是啥关系呗。这句话把他给回懵了啊！认识都3个多月了，付出了时间、金钱还有感情，现在就这么个回复，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女孩啊没有承认他俩的关系。于是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哈，马上就回了一句，那你就说咱俩没啥关系呗。那你干嘛还接受我的礼物，还跟我约会啊？女孩一听也不高兴了啊，说那随你吧，你爱咋想咋想吧。大家来说说啊，现在的女生都觉得如果要确定关系就一定得有个仪式感啊，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啊非常的重要。而男生呢都觉得这俩人自然而然在一块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得要手捧鲜花啊，带上礼物来一场浪漫的告白啊，傻不傻冒啊？所以呢男女思维差异真的很大，对吧？那男生呢永远想的都是自然而然在一起就好了，那女生永远想的都是必须正式告白了才能在一起啊。有女生说啊，恋爱要从一束花和正式的告白开始，而不是那种暧昧的关系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人没有明确的说喜欢你啊，那就是普通朋友。生活需要仪式感，礼物是为了提醒我们爱与被爱，不清不楚的开始只会不明不白的结束的。那也有男生在说啊，爱是每一天用心呵护的啊，每一天为这个家努力的，一起做家务，一起带娃，一起旅游，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爱不是专门找个日子刻意去放大和展示的，爱是藏在心里不说出口，行动却处处为他疼他关爱他。要是亲亲抱抱都有，还不承认是对象，对于这个仪式感来讲，大家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经常呢有小妹友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啊，还能跟他们谈恋爱，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啊告诉你真相哈。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2件事情上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2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1-2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啊，或者呢跟1-2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哈，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啊，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哈，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啊，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啊。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啊。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啊。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啊，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啊，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啊。